龙潭下面有龙吗？去你的！哪里肯定有蟒啊弄。哦，这里是湘鄂交界的一处土司水牢洞寨，相传内部有一龙潭深不可测，藏宝无数。几百年前，这里曾是让人谈之色变的人间炼狱，潭底成了无数囚徒的埋骨之地。那么，水潭深渊究竟连通了哪里呢？随我潜入水底一探究竟。从这里隐约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寨楼的石门旁边，还有一面石碑。这个万人洞的选址特别的考究啊，依山傍水。然后呢，是处于峡谷当中，地势可谓是十分险要。这里有大青石啊，精雕细琢做的这样一个圆形拱门。曾经这里呢还有寨楼瞭望口。我们看这个石碑，上面写的“万人洞记”，左右两洞啊，这些看不太清楚了。走进这个石门，我们不得不被它磅礴的气势所吸引。可以看到，这左右呢有两个双门杠是凿在了这个石壁当中。坐东北，朝西南，南偏西210度。城门宽1.5米左右，左右呢建有平整的地势。曾经应该在这里啊，上面做的有木质的阁楼，可以观察洞外的情况。我们这时候看一下洞内。我们站到这个城墙之上呢，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万人洞中里面透出来的凉风，直接向洞道深处出发。大家想象一下，曾经应该有这么宽，但是这边由于洪水可能已经坍塌了，因为据说里面的那个龙潭呢，它是时不时的会发大水。这是以前古人在这里开凿的这些楔孔，再用那种开石的甲板将这个石头给开出来，然后再用细毡子慢慢的雕琢，用于建造这些规模非常庞大的城墙。话说几百年前，荣美土司在湘鄂这一带建造了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恢宏的工事。当时荣美土司在这个地方啊，相当于土皇帝一般的存在。这里有散发着绿光的这个大青石。很多人说这是宝石啊，这是玉啊，实际上并不是的，这就是这个石灰岩上面长满了绿色的霉菌。等一下，小伟，听前面有什么声音？我也听到了，会不会是龙吸水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走，雪白雪白的。外面天气非常好，里面的石头呢，它却散发着阴寒之气。这里洞里洞外完全是两个世界啊！这里还有一个石院子。发现了龙潭！哇！我的天哪！看火门那个正上方。好壮观，像一棵青铜神树罩着这个龙潭。我们这时候就下去用水下无人机直接下入这个龙潭深处，看一下那个被淹没的水底牢笼是否真的存在。这个就是龙潭，荣美土司当时建的水牢会不会就是这个水底呢？老规矩啊，我们投石问路。180多斤的石头，举起来要点力气。感觉一下，龙潭下面有龙吗？没有。去你的！哇，下去的好快啊！
从这里上去应该是一个气室，因为我们在这个放水下无人机的这里是看不到这个空间的。可以看到，我这时候水下无人机是开的最强光，但是大家看这个水面，是完全一点光都看不到。哇，发现了乱石，发现了乱石！我们再继续下降。哦，这个龙潭应该是连通了地下河，才能保持这么长时间这个水位不下跌。这是个什么？这里看到有城墙，这个是不是水牢？哇塞，好深啊！这里深度已经达到了10几米。看来这个水淹了不少遗迹在里面。不知道怎么突然就丢了信号，我们先把机器收回来，看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。哦，卡住了。可能这个机器到了水底也有点害怕。我们确实在下面发现了一些疑似水牢痕迹的建筑物，究竟是不是溶煤土司建造的这个水下水牢呢？这个我们不得而知，只是说疑似哈。这次的探索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义。接下来我们把设备收起来，继续往前探索，看一下第2道石门那里还有一些什么遗迹。继续向这个洞道前进，看一下前面究竟通向何方。然后等队友到齐了，我们再继续往前探索。小心了，慢一点。好。这里是个陡坡，然后这个洞道是往上去的，咱们继续前进。看这个石头上面，像龙鳞纹一样。继续上行，这里有人为痕迹。看这个石头是不是人为的？上面有很大的雾，看一下，哇，那个下面那个水里面像一个巨大的棺材还是什么？丢啊！1、2、3，对着那个棺材就去。咱们在这里发现了这个玉石，这一块儿，哦，这里也有，这个应该是骨头，这是骨头还是石头？来看，然后动到这么一直上看，
咱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像火炬一样的水冲石，是不是像火炬一样？洞道变窄了，但这个地上水冲石上面像抹了油一样，油光水滑的。火妹一马当先跑到最前面去了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这里面的人为痕迹就比较少了。这边去了，咱们继续前进。这边全是坍塌区。刚刚从这个小洞这样爬上来，我们看这个洞壁上面好多奇形怪状的水冲石，然后它的洞道了又是向这个方向去的。我们继续前进。这里分成了上下2层吗？通的，是通的。这里洞道变得很干燥，这里好大的风。这边是个盲洞，继续前进。来吧，你看这些石头好漂亮啊！水冲石吗？对。哦，千奇百怪的。看这个，继续深入。什么情况？我来。哇！哇，这像一个石马。看这个，看这个石头，好漂亮。看这像不像一匹石马伫立在这里？看这个漂亮的水冲石。哇，这里真的是体验感超强啊！这一整个通道全部都是水冲石。这条密道究竟会指引我们通向何处呢？这个洞壁上面有水冲石可以攀附。现在我们过了这个潭口了，可以继续往洞道深处前进。全是这样的坛子口。太火了！哇，上面有个万字符。向阳，我看到了。我们在这个坑洞里面发现了一根竹子，有可能是以前的人用来做火把用的。看，对，有可能是旱烟管。嚯，看这个，这是个灶啊！上面是通的吗？啊！这里有烟熏的一个万字符。来，抓稳了，来，我提了。嚯，好猛啊！啊，小意思，才180斤儿。洞道变得平缓了，而且说话也没有回音了。要么就是盲洞，要么就是有出口了。因为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风流动。我分析这个下面是有洞道的，虽然说这是个潭口，但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下去一看就这才是被你填满了。哎呦喂，看到没有？我真的下去了！哇，这里真有通道，真有通道！消失了，你看，消失了。哦，人呢？
小北。哇，厉害了！女孩子探洞是有优势的，看这个洞口，真厉害！哦，刚刚他就是从这边过来的。哇，那里有红光，看到没？就在这个位置，看一下是什么。有光，夏阳，这里有光。哦，我们来到了第2道石门。哇！这时候已经日落西山了，看一下这下面，哦，这里才是水牢，这里才是水牢，看到没？水牢原来在那里。天哪，我们刚刚进洞是从那边，兜兜转转，我们在水下找啊，水潭里面找，找到了石墙，但是发现水牢就在这里哈。这个石门呢，它是处于半崖之间的。看一下我身后，看一下我身后，这边就是20多米的悬崖绝壁。你们再看这里，这个石门上面曾经应该是做的有阁楼，然后在这里做的有门杠骨。日落西山，夕阳西下，特别的漂亮，特别的唯美。然后咱们再看这个石壁上面凿的有圆形的方孔，曾经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过门石，依山而建。这个城门也是宽1.5米左右。依然是有建筑，它的东西应该是水牢啊。里面那个空间啊是淤进了一些沙石，以前应该不止这么深啊。现在是在这边建了一个取水的设施。这时候我们也找到了它的第2道石门。大家别说我站在这个上面不文明啊，实际上这种大青石古建筑在上面站一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我要取一个比较高的机位，对它进行全局拍摄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！地狱之门啊！哇，厉害了！难道真的通往地狱吗？你相信地狱之门真的存在吗？坟地不闭眼，夜路莫回头，圣母要绕道，不进鬼水洞。这是位于恶乡交界的一处生命禁地。是鬼揣的脚迹，弹琴子的这种高法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。老人亲身经历的琴声，难道真的只是自然现象吗？当我们踏上鬼水洞探秘之旅，洞里一幕竟让我们所有队友彻夜难眠。洞口上面呢有一个水帘是倾泻而下，像一个水帘洞一样，这里特别的湿冷，感觉走到这个峡谷里面呢就让人不寒而栗。还有火堆。收到，请说。那老人说在洞里面经常听到像弹琴一样的声音。那么可怕？对的，对的。有弹琴的声音，有当地老人在里面听到了弹琴的声音。它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？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实地揭秘。大家看这个石头的纹路，非常的奇特，看着像月牙一样。这是怎么形成的？这里面极有可能会出现化石。
夏季的时候肯定有很大的水流灌进来，因为这所有的岩壁上面完全没有一点基土。我们现在在洞道的一侧发现了一个小水潭，这个水潭里面有很多骨头，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山羊的骨骸，有可能是附近的这个山羊啊给冲到这里面来了。啊，这里也有骨头，每个水潭里面都布满了骨头。这里是什么？继续深入。这个洞壁从这里来看的话，它是完全是由水溶形成的。洞道宽8米左右，高3米左右。然后再看这地上的石头是琳琅满目，一般这种从地表水冲进来的石头呢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岩层。如果是出水洞呢，它的岩层比较单一，一般都是变质岩呐、石灰岩这种。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玄武岩呐、石灰岩呐、变质岩呐等等。所以上游如果是有人养鱼，这些鱼呢冲到了洞中就会变得非常巨大，有时候还会发出怪叫。我们越往内部走，它的这个水流量越大，但是总体看起来就像是那个晚上在河滩里面走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来要看一下这些水潭里面有没有鱼，尤其是洞穴鱼，因为目前我们国内发现的洞穴鱼这个品种很少。这个里面并没有什么人为遗迹，有可能古人根本就没有到这么深的深度来。上面出现了一个水溶的大树井，现在是它的底部，在底部还能发现一些农药瓶子，说明这个树井的上面是跟地表水相连的。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水流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。只要是个洞都是有尽头的哈，不要听它那个传说是鬼水洞，它就是个无底洞，实际上并不是。出现了一个断崖，你们看一下，有2、3米高啊，这个要不深，高不高？当地人到这里面爬到回流山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用安全装备继续下降。从这里下来之后呢，这里是个回水塘，也就是我说发出巨响的声音的这里。这前面依然是一个小断崖，现在需要开线不深。这时候阿老师已经，阿老师已经挂在身上了。这时候阿老师已经做好了保护，他这时候即将向洞穴深处前进。他前进的每一步都是我们人类科研的巨大的一步，他这一小步是人类科研的一大步。现在有2位队友已经成功到底了，我们继续前进。一降下来，我们看到了水流的出处，也见到了这个水流消失的地方。这个下面应该有个漩涡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潭的周围呢，它是没有其他的洞道。现在平均乙正在往洞道深处前进，它采用的是匍匐前进的方式。哎，这个河水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根本不知道它的流向是往哪里。哇，好大的洞厅啊！好大的洞厅！哇，全是这样雾蒙蒙的。这个洞厅可能有40多米高。现在它的主洞道应该是往左手边去的。大家看，我在这个石头上面发现了古文字，这个难道就是鬼水洞真实的由来吗？这个看着像一道符，就是那种道家的符咒，看起来非常的像哈。这是一坨积雪石，很大一坨。这里洞道是往下去的哈，这边就像一个溜槽一样，像小孩子玩的滑滑梯。但是我们千万别这样滑下去了，滑下去了是爬不上来的。丢个石头测一下深度啊，不用测，5米，看得到底。这里看到底了。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断崖，来，进去看一下。中间还有一个潭，你听那个水溢出去的声音。咱们从这里
直接跳下来了，因为这个并不深。这也是一个水流消失的地方。哇，上面好高，这里可能有50多米。我队友呢，他们也在往上面继续往前走。哇，这里很高，哇，这里高。丢个石头看一下，怎么样？竖井吗？大竖井。我的天呐，大竖井，20多米吧，也不是大竖井。做好了安全保护，我们准备继续下降。这一段下去有20多米吧，可以看到那个前面还是非常的幽深。降下来，这里绳子刚好够，这里又是一个小水坑，水在这里变成了伏流，但是这边依然是有洞道的。这里可以看到有个小洞口，这个上面我们上去看一下这个洞道究竟延伸到哪里去了。有一道石门，我们要跨越这道石门，开启新的征程。从这里下去有一个断崖，然后呢前面的断崖这样看起来深度未知，我们继续开线，继续布绳。汉白玉与石灰岩的交融，形成了这种像文字一样的神秘图案。这个上面玉字铜头，像什么动物？所有队员全部到齐了，我们这时候做好了安全点，准备继续守降。看到我身后呢，是一个像腰子一样的潭。我从这里降下来之后呢，这个前面又是一个潭口，但是目前这样看起来还不知道它的洞道继续往哪边延伸的，我们只能继续前进。那边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我们继续下降吧。什么情况，一哥？这下去黑漆漆的，看不到底。哦，那我们可能迎来了进入鬼水洞最大的一段升降。这里好像是有个暗道，这个暗道打光外面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哦，那是相通的哈。对。哇，厉害了！芝麻开门。找到了突破口，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坛子了。哇，这里有一个地狱之门啊！真的通往地狱吗？哇，我感觉那个石头落到了阎王厅的正中心。我们进入这个狭窄的裂缝。这个缝是非常的狭窄，可以看到。哇！看到这个河道啊！过去了，终于过去了。我已经突破了这个潭口，在这里做了保护站。我们看一下下面，哇，是个无底黑洞。再看上面，是一个通天竖井。这里上下的落差非常大，而且洞厅也是非常大的。我们现在继续开线，继续向下面走，出发。下降了几十米，我们来到了中间一个平台，下面依然是无底黑洞。我们现在继续往下开线。现在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双点保护站，向下看去，依然是黑漆漆的一片，而且洞道变得非常大，有可能这下面有很大的洞腔。我们继续下降，有坏小蚱蜢也跟上来了，我们继续下降。这里依然是看不到底的。我们是从那个亮光的那个地方降下来的，哇，好大的洞厅呐！现在我们处于了这个阎王厅的底部，这个应该就是鬼水洞的最深处了吧？这边是采石铺路啊，这都是水流从地表带进来的石头，各式各样的材质都有。现在呢，队友正在下降，哦。可以看到洞腔依然是非常的高，然后这个洞腔的宽度也明显扩大，差不多是15米宽，20几米高。地上这里这时候出现了很多泥浆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坍塌，而且有大量的水可能在前面曾经形成过堵塞，就让这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。这下去全是断崖，都要徒手下。哇塞！
这个洞不容易啊，鬼水洞果然名不虚传。咱们从这里下来，看到了一根腐木，这个腐木上面有这种菌丝，可能还会长出来那个菌儿啊，洞穴菌儿。咱们在这里又遇到了一个断崖，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绿色的琥珀，就是一个小水潭啊，电筒放在里面非常的好看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下降，这里过去一片黑暗。小美啊，洞穴底下有一张蛇皮。哇，真的？难道他们说这里面有蟒是真的吗？我们看一下，在地上发现了一张蛇皮。而且这里还有这种小型植物，快看这里还有植物，这个是蕨类植物，在如此深的洞穴底部，居然还发现了生命的痕迹，而且还有一点翠绿翠绿的，太神奇了吧！哇，来我来了！哎呀，这前面依然是走不完的地下暗河。我这时候已经收不到队友说话的声音了。哇，好大空间！洞穴大厅，我的个天，好大，豁然开朗。这里可能有上百米高了。大厅的底部发现了一个布满了冰臼的水冲石，看这个上面，好多窝窝啊！说这种窝窝里面可能会有黄金哦。好漂亮的石头，欣赏一下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这个石头就是山体，非常的大。这里还有一个天池嘛，这里发现了一株这个完全白化的山奈。哦，这个算是仙草了吧？在几千米深的这个天坑底部，居然发现了白化山奈。咱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盲布甲，这是非常罕见的这种，这个很少见哈。啊，这里还有一只，这里还有一只，爬得好快啊！已经成功探底哈，在小帐篷那个后面呢，就是一个裂缝。在这里洞到最深处，发现了一个布甲群。这个盲布甲，它在中国有很多地方有分布，但是在这么深的洞穴里面呢，发现盲布甲的身影还是第一次。今天的探索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义，进到了一个布甲虫的群里面了。布甲虫群，在那里有一个皂马，你看白化的皂马，没找到白化的皂马，这是一个。哇，真的很少见这个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们的群主。到目前为止了，这个鬼水洞我们就全部探明了。在里面呢，共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抵达了这个鬼水洞的最深处。在里面呢，没有发现那个弹琴的声音，但是发现了很多盲布甲群，这个算是比较震惊的一个发现。然后，那个村民听到的那个洞里面传出的巨响，有可能就是那个洪水啊在撞击岩壁产生的回声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拍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索之旅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